revolver. Let's get closer. Okay. Huh? The local get a problem with us. They kidnapped someone in the mining corp to bargain. Looks like we can live here. Not to mention finding the top-notch ruby. Good thing. I have a connection. I can get me out when we handshake it to them. 他们要把我交出去。你醒了？你别过来！干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动什么刀啊？再说对你救援人就这样。 你那条胳膊还想不想要了？你们不是想要把我交给矿工吗 ？It's bad idea。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的话，你还能全身一个零件都不少的站在这儿吗？你爱信不信？反正我们走不出这片雨林，就都得交代在这儿。而且我刚刚跟巴瑞的话呢。 你只偷听到了一半，我们还有一个计划。如果我们穿过这片雨林，就可以避开1号矿。今天晚上在这住一晚，明天早上我们就能到达镇上。真的吗？你要是愿意相信我们呢，就上车；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自己走啊。 你要知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是为你好。还有啊，这么危险的东西呢，下次就不要再拿了，放在我这儿最安全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胳膊？不用了，我能坚持。好。 We haven't got much clean water or can. Thanks to God, we have beer. Hey, miss, you want some? 给。我不喝酒。这儿没有酒吧里的酒鬼，喝一点，至少晚上能御个寒。 你这戒备心理至于重不重吗？帮你安胳膊你也不让，喝酒御寒也不喝。不帮就算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到时候别胳膊疼得走不了路，没人背你啊。哎，你能不能帮我把手臂复原？ 怎么，不怕我是坏人了？要走出这雨林，只能相信你了。那你先把酒喝了吧，一会儿会很疼的，可以先麻痹一下自己。海枫书，
你也知道海丰书屋？上海老书店啊，你是上海人啊？嗯，老乡啊，来，握个手。好了，活动一下试试。还是有点疼，不过好像好点了。这么好的酒可不能浪费了呀！来吧，敬你的勇气，干杯！这么辣的酒，还说是好酒。想要走出去，还得靠自己。我先帮你把脚拿出来。你不是很想逃吗？为什么刚刚想让我走啊？我只是不想连累别人。赵司令啊，你这个人脾气倔，还把每个人想的都那么坏。但刚刚嘛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
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？当地警方的人说，局势已经被控制了。我们公司的员工也都已经安全撤离，但是，Jocelyn下落不明。警局的人说，不排除被当地冲突方绑架的可能。啊，行，那你先去休息休息啊。喂，中国大使馆吗？我们走这条路吧，不会再遇见蟒蛇了，但是有点难度。何止一点啊！光是这个斜坡看起来就很难爬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你要干什么啊？帮你系鞋带啊。我鞋带系得好好的，你干嘛要多此一举啊？这是进入雨林前的仪式啊。什么仪式啊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在有些地方，男人帮女人系鞋带是求婚的意思。这样就可以一直拴住你，不让你跑掉。你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。我知道的，你不会拖我后腿。可是呢，雨林里的路比较难走，而且你的胳膊又不方便，所以呢，系好鞋带，防患于未然。你系得好奇怪啊。对啊，这种系法鞋带不会散，因为在雨林里，危险随时会发生。防止危险发生的第一步，就是让脚下没有破绽。接下来的路，我可以扶着你走。把手给我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它叫做生命树，象征着希望。我们在这种境界还能看到这棵树，说明是吉祥的征兆。张司令，张司令，我一定会带你走出这片雨林的。干嘛？送给你啊，谢谢你带给我希望。一片树叶就想打发我呀？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可以考虑考虑，回去的时候跟我约个会，吃个饭什么的，怎么样？我们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心情约会啊？我在你身上可以看到宝石打磨过的火彩。行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前面还有更好的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蛇、食人鱼，下来洗吧，只要你不怕我。换成是别人，我确实会担心。但经过一路的艰难，我对你是100%的信任。有没有蟒蛇、食人鱼？下来洗吧，只要你不怕我。换成是别人，我确实会担心。但经过一路的艰难，我对你是100%的信任。看来你这顶好人的高帽子我是戴定了。你这样说，我想对你做点什么，我都不好意思做了，只能绅士的对你。James，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竟然会懂这么多呀？你可以暂时把我当成野外生存专家，等我找到新的工作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听你跟巴里说的话，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，是来找红宝石的？莫非你的工作是跟珠宝有关的？我们能不聊工作吗？啊？我差不多了，你可以下来洗了。我呢，就先回避一下。你放心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会在周围的吧？我怕万一有……只要你不怕我，就等你洗完以后再下手，我会一直在这儿。你上来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，我是帮你紧急复位的，修复的没那么的好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很不一样。我能把这个当作是你夸我吗？你别想就这么2句话就把我打发了，不如讲点实际的，回去跟我约个会什么的。张司令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张司令，你不会吓跑了吧？你再不说话，我回头了。张司令。你怎么了，赵司令？你发烧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啊？对不起，拖累你了，又浪费了1天时间。说什么呢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病治好。但是我的药呢，都留在了车上。你不吃消炎药很难退烧的。这里昼夜温差又大，温度变化又快。
这样很危险的。真的走不动了，而且这一条路已经够难走了，还要带着我这个累赘，我很怕连你都走不了。不如你又想让我自己走是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答应。你去求援，找人来救我，不应该把力气都耗费在我身上。那就这个样子。我把罐头留在帐篷，我从这儿走出去大概要1天的时间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2天就能找人来救你。不行，已经是最后一个罐头了。你需要体力，你留着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只不过呢，我需要一个 lucky kiss。好了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张望了很久，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你一定要安全回来，我等你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好，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James，你一定要平安， Johnson， 等着我。我恐怕没办法等你回来。漫长时光里，爱离我几公里，我一路找寻，只怕错过了你。只要手握紧，任凭辗转流离，时间最知道，我从未想放弃去爱你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
客气。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？我叫医生过来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泰国的医院，这儿很安全。医生说你得了急性细菌感染，加上这2天的高度紧张和疲惫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当然把我救出雨林的那个人，他在哪里啊？确实是听到有一个中国男子曾经向当地的村民求援，告知你的方位之后就昏迷被送往医院了。只是我至始至终是没有见到这个人，回头帮你问问。对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公司已经订了回上海的机票，过2天就走。喂，喂，喂，是小杰吗？外公。哎呦，小杰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，你没事儿吧？你吓得外公啊，心脏病都要发作了。这2天呀，你妈妈也没有看到你的视频，觉都不睡了。赶紧回来吧，小杰，听话，赶紧回来。哦。放心吧，外公。至少我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。James， 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张司令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小杰，你别弄了，你刚回来应该好好休息的啊！做那么多菜太辛苦了，快点快点出来吃饭，别做了啊！表姐，吃饭。好啦，最后一道菜八宝饭，好好吃啊！我亲手炒的豆沙，也不会那么甜，多吃2口也不会胖啊。呀，你这是说我呢？没有，他说我呢，我血糖高。听话的说话。我是讨好表姨，外公，这一次让你们为我操心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家的人啊，工作起来啊都是不要命的。你看表姐那会儿，啊，还有我。工作起来不都是一样吗？其实啊，工作就是个工作而已。你替人打工的，干嘛那么卖命？关键是要懂得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嗯。人能平安回来就好。你说你干嘛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外公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。外公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有你们这么爱我，我怎么会辛苦呢？来，多吃点。妈。先吃饭吧，待会儿再看。画的真好看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是你设计的啊？这是我刚接到的设计任务，要参加公司夏季新品的内部比稿。表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乍一看呢，觉得挺抢眼的。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
饰材跟这个设计结合的好像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觉得，你看啊，中国的传统的首饰，它基本上走的都是偏柔美的设计，但是钻石是一个很硬朗的石材，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，舅舅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也觉得有这个问题。其实我看了很多设计，还是觉得吴小慈当年的蝶舞，把钻石和中国风结合的最完美。就是，月月，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啊！哎，就这个。哎，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想给外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就看一下下而已啊。你们都是坏人！月月，月月，月月，月月。臭小子，总算回来了。来，哎呀，我看看，还是一样帅。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别装傻，你知道我要什么的。拿给你，拿给你。东南亚阿斯特红宝石矿区代理合同。漂亮！从今以后，瑞华就有稳定的宝石料供应商了。这个是我们镶嵌组到反击战的第一步。来，哎，干什么？第二步呢？什么第二步？啊。怎么了？你还不会弄丢了吧？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这可是说服吴小四跟我们合作的重要。一个臭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得到这颗宝石，我差点没交代在那儿。干得漂亮！哎呀，你交代我的我都办完了，你呢？你怎么样啊？吴小慈是回来了，但是他现在在跟我打太极呢。看来你这三顾茅庐的刘备也不好当啊。诸葛亮哪儿那么好请啊？况且想请他出山的人不止我们一家。你后妈穆子云现在占据了公司80%的血肉，而且奶奶现在对她特别重视。如果我们不做出一些了不起的成绩，我想我这个接班人也不要当了。这个我懂，要不我也不会同意回来帮你。要不是穆子云，我妈也不会那么年轻就走了，我也不会受到冤枉，被送去国外读书。这口气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去，所以我在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现在决定改变策略，从他的女儿高慧入手。他已经答应要跟我们见面谈一谈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好了，走，我请客，给你接个风。改天吧，我要去趟东街老铺。妈妈睡了？睡了。真奇怪，本来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呀？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不要在家里提吴小慈。为什么呀？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他跟我们家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啊，你听我的话就对了啊。表姨，我妈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的。突然之间这么激动，是不是跟吴小慈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你别瞎想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舅舅，我下午还要去巡店呢。去吧，
小杰这事儿又让你跟着着急了。你看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呀？走了啊。哎，送送你表姨。别送了，你也早点休息一会儿啊。走吧，小希啊。嗯。外公，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瞒你？外公瞒过你什么事吗？别瞎想了。林姐啊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唉，你也看到了，一上午就成交了刚才那1单。这几年环境变化很大，别的店卖的东西都在赶时髦，而我们瑞华却还是那老3样：金戒指、金手链、金项链，有点跟不上趟。还是你妈在的那个时候啊，生意好。小帅哥，你想买什么呀？我要买一个礼物送给我妈妈。今天她过生日，我们说好过生日去儿童乐园骑木马的。哎，阿芝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妈妈给忙忘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我帮你记着呢。这是我的零花钱。你挑一个喜欢的，我买单。小傻瓜，妈妈不用你的钱去买礼物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亲妈妈一口就当做是礼物，怎么样？乖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看看，妈妈就知道啊，我的小阿芝最喜欢旋转木马了，所以给你做了这个。你看这颗小星星呢，就代表妈妈；这个小马呢，就代表阿直。来，戴上试试。以后啊，妈妈要是忙的时候，就让小星星和小木马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真乖。当年我们店可是业内公认的销售楷模，还拿过市里颁发的示范店奖牌。现在业绩在公司都垫底了，穆总对我们的生意很不满意。上车！上车！林姐，于直，哎呀，于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看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哎，你怎么不回家住啊？哦，原来这儿还有我的家呀，我以为是穆总的家呢。你看看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？我还天天啊让人打扫着你的房间呢，你随时都能回去住啊。那真是辛苦穆总了，还一直想着我。你这话说的，你看你出去这么长时间，连个电话都不回来，我还有你爸爸还有奶奶都可担心了。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就不能在外面晃了啊！走，跟我回去，让奶奶见。算了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就不打扰穆总的时间了。您可是瑞华里面有名的工作狂。反正中秋肯定要回去吃饭，你到时候就会见到我。也许
这次我会很长时间的留在家里，没准你还嫌我烦呢。于直啊，你说这话多见外呀！你是关华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儿子。虽然我是你的后妈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呀。我当然希望你多回家住住，这样最好了。有穆总这句话，我就能常住了。好了，不打扰您时间了，我先走。哎，于直，于直，我，哎呀。你们上个月又没有完成业绩，如果这个月还完成不了的话，就准备关店吧。哇，这是在演好莱坞爱情片吗？果然得行万里路才能把生活过成素材库，精力太浪漫，不用简直浪费啊！你要写什么呀？记素材呀。你放心，找詹姆斯的事情呢就包在我身上。我上个月刚写了篇新闻，叫《遇到36个帅哥》，回去就写野外浪漫邂逅片，把你和詹姆斯的事情通通写进去。你可别小瞧我呀，我现在这篇文可红啦，说不定詹姆斯也在看。这么一来，他不就能找到你了吗？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！当年就应该去念中文系，念什么珠宝设计啊？话说回来，豆姐，你是不是对人家詹姆斯心动了呀？要不然我回去就发动我的书粉小天使，你帮你学学怎么样？附上这詹姆斯的肖像画。不用，千万不用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谈恋爱对我来说，到最后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高洁，你就是太悲观了。还是因为你妈妈生病的事吗？你不能老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不去憧憬爱情了呀。爱情在最初是纯粹的，但是如果要继续深入发展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所以，我这2天在想啊，也许是老天爷已经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，和 James 结束在最恰当的时机。去东南亚参加特训了吧？还那么忙。是你变慢了，不是我变慢了，是你的愤怒值变高了。我还不了解你，你的愤怒值跟武力值啊成正比的。我去了东家老铺，看见穆子云了。难怪。其实我一直挺怵这个穆子云的，尤其是你10岁那年发生的事情，更让人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的。竟然陷害一个孩子，扔了家里采购的红宝石，还连带着你家一起出售股权来还债，太恐怖了。我一定会让这件事情公之于众的。你下定决心了？他做过的所有事情，我都不会忘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奶奶啊？哎呀，你是我亲奶奶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你2年都没回来了，这次回来也不打个招呼。你记得我是你的奶奶，我都忘记你是我的孙子了。是我不好，好吗？你看我现在不就站在这儿吗？从头到脚好好看看吧。行了，你这次回来是为什么？于毅说你在陪他做生意，做什么生意呀？啊？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还在进行当中，所以我不能向你透露。等事成之后呢，我哥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你们兄弟俩都对我保密啊？行啊，你一个人在外面晃荡这么多年，也该收收心了。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。那个攀岩馆就不要做了，能有什么前途啊？奶奶，你只是我的爱好嘛。但我这次回来，我确实不准备走了，不走了。长大了。那行，你说你留下来做什么工作？想做什么？你告诉奶奶，奶奶呢托人帮你介绍介绍。如果我说我想进瑞华呢？你为什么要进瑞华？还能因为什么呀？我也是于家人，当然要尽一份力啦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？还是什么都瞒不过奶奶啊！我进瑞华还有一重目的，就是木子园。你还在想这件事儿啊？这都过去很久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往前看呢？如果不是穆子云的话，我妈就……反正这件事我不会忘记。瑞华是无数的人用辛苦的汗水换来的品牌，不是个人泄私愤的地方。你要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你就别进瑞华了，起码在奶奶这儿就通不过。中秋节回来吃饭吧。我走了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理念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好啊。自从我们凡思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，比较少关注青年的消费选题。Wendy 这一次选用妖精的概念，而且他用狐狸来诠释啊，我觉得特别的有创意，而且听起来就十分的有诱惑力。况且设计的也非常不错，二位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还不错，是。的确不错。是。好，下一位，小嘴。我这次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无根之花，雪花。纯净又复杂，美丽又冷冽，就像现代的都会女性，不依附，不取悦，自有一番天地。Jocelyn， 你这么高冷的首饰，你觉得男人会买了送给女人吗？我们凡思可是一家大公司，婚恋珠宝才是我们的设计主流，我们不会去设计这么高冷的首饰来迎合非主流的小众市场的。周总，现在的都会女性的消费主义是非常……我们先不谈什么自主意识，也不说你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。这一次公司内部比稿呢，我们是有具体要求的，而且我已经开会传达过了。你为什么不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呢？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公司的要求要好？
我明明是根据公司要求来设计的，哪里不对了？小嘴，这次的比稿虽然不限主料、不限配饰，但是要统一选用动物的主题。动物的主题。喏，听到了，动物的主题。你的设计总监都已经这么讲了，证明我传达信息传达得很到位。哦，没关系，先坐下。啊，坐下。有的设计师呢，想法是很好的，不过不是我们需要的。没关系，两位可以开始评分了。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设计师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都拿出来了，相信各位都是很用心设计的。当然，有的设计师呢想别具一格、独出心裁地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未免让人觉得有点急功近利怎么样？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宣布一下。本年度匠心珠宝设计师大赛代表凡斯参赛的设计师是 Wendy 何文文，恭喜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亏你在比稿通知会上把周司令支开一小会儿，没让他听到最后的小要求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啊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说周司令会不会举报我们俩呀？他做事一板一眼的。高洁天真，你也跟着他天真吗？举报要有证据的，没有证据的举报算什么举报？再说，公司是卖我运营总监的面子，还是卖他一个小设计师的面子？这就叫职场规则，懂吗？周迪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因为我对你一忍再忍，你才会这样欺压我。我再也不会沉默下去了。请进。谢谢你啊，肯这么帮我。不用客气，我看你这海报呀这么有创意，我待会儿就让同事给你放出去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海风书屋，你也知道海风书屋？老乡啊！我已经在国外住了20多年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这一转眼，慈恋也成立10年了。那么这次呢，为了更好、更快地适应国内年轻人的市场，我们决定，慈恋这次的大中华发展计划由我的女儿高慧来担任。在国内的珠宝行业里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过去在国外参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国内的市场，所以这一次我会先参加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。真的很期待和国内的新锐设计师们切磋，不知道会遇上怎样强劲的对手。谢谢。
大家好。吴老师，这边请。组长。大家好。你们的办公室里还有操作间，一般公司都会把操作间放在工厂里。看来你们的设备很齐全。那是必须的。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没问题啊。正好吴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我们设计师的作品啊。来，这边请，继续工作。这边，各位，先把手里的工作暂停一下。这位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？吴小慈，吴老师。旁边这位呢是吴老师的女儿高慧小姐。今天来我们的凡思参观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手里的设计作品给吴老师展示一下，让吴老师多提提意见啊。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江小莎。你好，吴老师你好，挺不错。那边那位呢也是。凡思果然会挖掘设计师，这样有想法的设计师可不多见啊。妈，你看这个设计眼不眼熟啊？这位设计师该不会是妈妈的粉丝吧？周总，我知道现在珠宝行业互相借鉴的情况有很多，没想到你们凡思的设计师也喜欢借鉴我们慈恋的作品。慧慧，说话要注意用词。中国风的设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应该叫致敬，对吧？焦司令，这个设计到底怎么回事？高小姐，我想是你误会了。确实，我很喜欢吴老师的蝶舞系列，但是我并没有借鉴和模仿吴老师作品的意思。你这么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作品同样用了蝴蝶这个风格来做，但是我是用了碎钻镶嵌的结构，表现展翅一瞬间的动感。弧度、角度和表现形式和蝶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件珠宝，一个设计，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联想到其他更好的同类作品，那我觉得就是在模仿。你觉得呢？何况你这个蝴蝶尾部，这个结构处理的也太简单粗暴了。这么小的装饰，你用的碎钻居然用爪镶，入门的学徒都不会这么做的。你难道不知道直接打孔才能更好程度的展现火彩吗？这是因为爪镶除了能保持钻石的完整性，还有利于流水线量产，所以……高姐，可不可以话不要这么多？专家给出的意见一定要虚心的接受，好好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这女孩也叫高姐，跟潘越的女儿同名，难道是巧合吗？吴老师，这边还有一位设计师叫何文，非常优秀。来，请。周总我想看一下你们公司设计师 Jocelyn 的资料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高洁的资料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整理好之后给您送过去。那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高小姐。
高洁的资料。妈，我承认，凡思的硬件和软件都很不错，但我认为不合适。凡思的背后集团是做金融的，一点珠宝行业的经验都没有。我可不想啊，以后对着一群只懂资本不懂情调的老狐狸解释我的设计。知道啦，我带你四处转转，是想让你看看其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。你看今天那个 Jocelyn， 我就觉得他设计的有点意思。你虽然一番话压倒了人家，但是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。无论我们将来选择哪家公司合作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的冠军，这才是你立足我们行业的基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走吧。我今天去不了了，奶奶临时让我陪她去工厂开会，我得马上赶过去。这么晚了，你开什么会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奶奶有多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新品上市前开通宵会都不在话下，我也不能示弱啊，否则让穆子云看笑话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去了呗？对，我得提醒你几点啊。高慧最受不了别人放她鸽子，你今晚务必要说服她，让她搭个线，约吴小慈出来。还有，高慧她心高气傲的，你千万不能跟她对着干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要不要再给你10分钟？你找点靠谱的过来。今晚谁输了，请全场喝酒，怎么样？慧慧，我从美国追你到上海来，你对我就这么绝情吗？谁让你这么叫我？上次就已经说了，输了就别缠着不放了。今天带了这么多人了，还是输了。唉，你们男人真叫人看不起。你这么说，我就不愿意了。我为了男人的尊严，也要跟你打一局啊！你又是谁啊？能赢你的人。这么大口气。谁先开杆？女士优先。你可别后悔，我开杆从来没输过。我也不想赢得太快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可得请全场喝酒。今天人挺多的，不便宜哦。愿赌服输，这样很公平啊。只不过，为这样的美女掏钱，光喝酒怎么行啊？如果我赢了的话，让我请你吃饭。最后一球了，不过让美女买单，可不是君子所为啊。今晚全程的酒我来请，记我账上。好。
所以，我能请你吃饭了吗？你都请全场喝酒了，你卡里的钱还够请我吃饭吗？我的不够，还有于毅的呢。于毅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和于毅订了下周一的餐馆，还望你和吴小慈老师赏脸。什么？我叫于直，于毅是我的堂哥，幸会。二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菜已经点完1个小时，厨房问可以上菜了吗？再等一会儿吧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来打电话催他们一下。哎，约好的11点，他们还没到，摆明是给我们下马威嘛。现在打电话，不就是我们着急输了吗？对我来说，效率和结果最重要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金钱。我倒很喜欢这种博弈啊。你放心吧，你现在输的这些时间，以后肯定会赚回来的。哼，你的心态倒是挺好，但是不知道高慧的心态是不是这么好。她那种不服输的性格，你前2天你还打桌球赢她，说不定她今天就是故意晚到。你都说了，她是不服输的性格，以她的性格能这么轻易放弃吗？放心吧，肯定会来的。好啊，既然等都等了，咱们来找点乐子，咱们赌。这样，1点以前如果他们不来的话，这顿饭你请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跟你赌。你输了。看来是我请客，你掏钱了。吴老师你好，老师，慧慧，很久没见你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学长，有些日子没见，你夸人的本事还是没有进步嘛。不好意思，让2位久等了。金芙蓉散时的杨总一大早就等在我们家门口，非要接我们过去看看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逛这么久都饿了吧？入席吧，请。中午我请大家吃猪肚鸡怎么样啊？好啊！哎，那我们都先去占座吧。走。好，吃吧吃吧。哎，今天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啊！你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拿下比赛资格之后，我还没请大家吃饭呢。高姐，一块儿吧。哦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请你吃饭比请领导都难。文文，哎，这份设计稿呢，一会儿修改一下啊。周总，中午我请吃饭，赏个脸呗。哼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你先去，等一下我就来。快点。好。周司令，可以啊，都学会打小报告了。你不知道人事经理是我的球友吧？新人入职的时候呢，不是教过你的吗？要懂职场规则。你连职场规则都不懂，到哪里都做不好的。在东南亚你就骚扰我，故意派我去那个有危险的矿区，破坏职场规则的人是你，我一忍再忍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选拔机会。可你还要玩手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玩什么手段嘛？不服气？不服气可以继续往上告啊！就算你告到居司长那里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还有，你设计的那个什么雪花，看起来就冷冰冰的，而且里面还透着一股假正经。连你的设计总监都帮你打不了圆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？就算我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能保证拿冠军吗？
知不知道吴小慈的女儿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人家可是在海外获过设计大奖的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，先搞清楚，动脑子。我看你真的需要补脑子，多吃点核桃吧，啊！大家都去吃饭，就你不去，这么不合群。于毅、于直，恕我直言，你们瑞华几十年来一直打造的是素金产品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们算得上国内数一数二的。但是，在镶嵌类珠宝的领域里，你们瑞华一直差强人意，跟其他公司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吴老师说的对，瑞华以前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兄弟二人决定要跟紧时代的潮流，大力发展镶嵌类珠宝。因此呢，我们会比同行其他的人要拿出更大的诚意跟您合作，而且合作的空间会更大。而且我们发现呢，您近5年的作品都是采用东南亚最优秀的红宝石。我们为了表达诚意呢，已经在东南亚阿斯特矿区签署了合作协议，您可以看一眼。还真是被你们给签下来了。但是我听说，你们公司的穆子云掌管着整个的产品系列。也正是因为穆子云不重视镶嵌类的产品，所以呢，一直都没有做起来。你们怎么保证，我们合作以后，你们瑞华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瓷炼？吴老师，这份是我们的详细策划，我们保证会在市场、销售和供应链上给瓷炼最好的资源。你可以回家慢慢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最重要的。慧马上就要参加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更重要。学长，你这么说，好像我参加的是高考一样。我早就听我哥说了，你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拿了全美设计新势力的亚军，以及珠宝首饰的新潮奖。这是第一次回国比赛，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做好了计划，希望为你的夺冠之路增加一份助力。我需要你们借力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凭我的真本事拿不了冠军了？你也说了是借力，你们二位刚刚回国，对国内的市场啊以及比赛环境都不太了解。我们二人呢，希望为你提供一份绵薄之力。来，吴老师，慧慧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来。思成，你说我的设计是不是真的不够好啊？高姐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吃饭，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这些啊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，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。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啊，对了，前面一个海风书屋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
玉芝，上次我只是答应和你一起吃饭，并没有答应你把我妈妈也一起带来，所以这顿饭不算上次约的，你还欠我一顿。妈妈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呀？好了，什么请一顿饭吃一顿饭的，多无聊啊！我直接帮你夺大赛的冠军怎么样？珠宝设计大赛又不是玩桌球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敢这么说呢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实力，所以啊，不要辜负我和我哥的信任哦。但上次玩桌球我不是也输给你了吗？我可郁闷了好久。这有什么好郁闷的？下次你挑一样，我让你赢。不好意思。喂。于先生您好，你找的 Miss J 已经到店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有事儿啊？好好想想要赢我什么。顾老师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哥，我先走了。这些年变化真大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！对，我是混蛋，但你应该清楚，失去了这次机会，我可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。我要证明我自己，我不想自己的才华永远被埋没。潘越吗？小朋友，大人没教你不能欺负人吗？潘越，潘越，你不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高海啊。他把我的蝴蝶都弄脏了。这是你画的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给我蝴蝶。好脏啊！潘越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珐琅工艺在中国早已有之，只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。在外来工艺的影响下，珐琅工艺先后于13世纪和17世纪的初期逐渐发展起来，尤其是在15世纪的中期前后极为兴盛。在中国的悠久的工艺艺术史上，珐琅工艺可以说也是最年轻的工艺。我国史书上称其为珐琅线、韦伯窑，它主要是以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儿？在那边3号桌。经烧炼而成固态后呢，
这个掐丝花纹一般是用铜丝，底开也多半都是铜开。哎，你干嘛抢我手机啊？开别人玩笑好玩吗？我们做什么了？你这是在侵犯他人肖像权，知道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哥哥？我们只不过是看你长得帅，想拍你几张照片而已。然后发朋友圈炫耀是吗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没劲。我们俩就是打个赌，看看这个海报是真的寻人启事啊，还是什么书店搞的活动噱头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居然还有人用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。哥哥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这么说，是你赢了？是啊，我赢了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是真的在找人。那我只起诉他一个人就好了。不是，你不会真的要起诉我吧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很好笑吗？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外公，我回来啦。小杰回来了，妈妈呢？睡了。哦。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小心划破手啊！没事儿。白天呀，你妈妈不小心打碎了一花瓶，心里难过，连觉都不睡了。我为了哄她睡觉，我就说我用这些碎瓷片给你镶一个首饰，这样她才睡了。不过她说明天一早就要看到我做的这个瓷片首饰。瓷片都可以做首饰啊？玉石、贝母、珍珠、宝石、钻石，可以做首饰，瓷片怎么就不行呢？外公说的对，任何材料只要美就有价值。陶瓷的光泽、颜色都能带来别样的美，而且尺寸都能根据设计进行调整，确实是用来做首饰的好材料。对呀。今天我又学了一招。交学费吧。对了，外公，你觉得对于珠宝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最近在设计上面遇到一些问题，总觉得我的设计冷冰冰的。
光掌握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基本的技术，那只能算是一个匠人。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，一定要有灵气。可是，怎么才可以让作品更有灵气呢？你们设计专业嘛，我不懂，但是从做首饰的工艺角度，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，不管做什么，都要用感情啊，不管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工艺技术，采用什么设计方案，在你做的时候，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进感情。投入了感情，你做出来的东西，它就有感情，就是活的，就有灵气。是啊，有感情的首饰才是活的。对，模仿别人的东西是不会有感情的，有感情的东西你也模仿不来。小姐呀，每一件珠宝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这些藏在里面的故事，别人是偷不走的。我明白了，外公，谢谢你。Double espresso。晚上喝这么浓的咖啡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越浓我越喜欢，和时间无关。说吧，这个点约我出来，想打听什么？下班时间，不谈工作。别假正经了，你和我之间什么时候有过私事啊？似乎你妈对我们还不是很满意。我妈这个人呢，做事情稳中求胜。今早去了金芙蓉，前几天也已经去过了凡思，后面还有7、8家公司等着她去考察呢。等她考察完再说吧。慧慧，你我之间呢，就不需要那些商业的谈判套路了。你已经了解过瑞华，穆子韵确实掌握了绝大多数瑞华的权利。这也是我们犹豫的地方。但是瑞华未来的董事长，只会是，也只能是我。于直跟穆子韵有私人恩怨，为了扳倒穆子韵，他一定会来帮我。而我，对整个珠宝行业有更大的想法。瑞华是我推进行业变革的第一步。你应该知道我在学校时候的抱负，所以你应该相信我的诚意。你已经看过瑞华的计划和方案，我相信，业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开出比我们更优厚的条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好，我记住你的话。对了，你那个堂弟于直，在瑞华是什么职务？于直还没有正式进入瑞华，但是阿斯特的合同是他谈下来的。他呢比我小2岁，10岁就到国外去读书了，喜欢户外运动，在国内投资了一家攀岩馆，最重要的是单身。怎么样，够详细吧？还差一个攀岩馆的地址。好，一会儿发你微信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和于毅喝了杯咖啡。看来你已经倾向瑞华了。
我们考察了这么多间公司，没有一间你觉得更合适的？妈，我觉得于毅和于直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他们的不足恰恰就是他们的优势。比如我们今天去的金富荣，他们有8个钻石品牌，还有前几天去的凡思，我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伦敦圣马丁毕业，拿过珠宝精工大奖的设计总监，叫什么思成的。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，发挥的余地不大。说的倒是有点道理，但是金富荣跟凡思毕竟是做钻石的公司，我觉得你应该从专业性上多考量考量。妈，这点看法我跟你不一样哈。我要做什么，就一定是独占鳌头、独一无二的，绝不和其他的小鱼在同一个水池里争资源。尤其像瑞华这种曾经辉煌过又每况愈下的老字号，如果我的设计能拯救他们的业绩，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。妈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考虑考虑的人是你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爸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回来了。哦，约了协会的老李吃饭，聊到兴头上就晚了点儿。你不是说去美院找王主任吗？怎么又跟协会的人吃饭去了？啊，王主任临时有事，他说改天约我。阿海，你这2天好像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因为刚回国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？啊，有吗？过2天自然就好了。我去画室待一会儿。爸，回国以来，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一起歇一会儿，你就不多陪陪我们？爸有一幅很重要的画没完成，等画完了一定陪你们。我知道了，那爸你快去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妈，过2天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爸爸肯定和往年一样，在画我们一家3口的全家福呢。才只有2岁，他不能没有爸爸。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你们了，今后每年我都会给你们寄钱，你放心，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有保障的。可是我们不要钱，我们只要你留下来，只要你留下来。我等了这个机会已经太久了，你理解我好吗？可是为了这个机会，你就那么狠心，非得要跟我离婚吗？你也是设计师，你应该明白对我这种学油画的去美国深造意味着什么。可是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！你忘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什么了？你说过你不离开我的。现在女儿都2岁了，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。那些话，你就当我没说过。阿海。
你这个混蛋！在画蝴蝶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是放不下他？